印度维克兰特号为啥总是事故频发？印度购买维克兰特号真的是被俄罗斯坑惨了吗？印度从中国航母的发展中能学习到什么？近日有报道称，10月24号，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航母离开母港科钦港，这是它继今年8月之后第2次离开建造它的科钦造船厂，并进行第2次海试。但是，一些事关舰载机起降的关键设备依然没有安装。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是2021年8月4号进行了第1次试航，为期4天。这俨然距离它2013年第1次下水已经过去了8年之久。而从这一次试航的科目来看，还是最基础的动力试航，目的是为了检验舰上的4台美制通用电气 ARM2500 加燃气轮机组成的全燃联合动力系统的可靠性。虽然是直接外购的，但是它却和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上的俄制蒸汽轮机动力系统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从印度媒体公布的视频来看，这次印度维克兰特号航母进行了高速航行测试，并且从印度媒体公布的视频来看，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艘满载排水量4万吨级的航母并没有携带任何舰载机或者舰载机全尺寸模型出海，而且从卫星高清云图来看，它很有可能还没有安装拦阻索。虽然在3条拦阻索固定位置中间的1条有灰色的印记，但应该是没有安装。军迷爱好者应该都知道，航母上的拦阻索是常规降落型航母必备的设备。虽然看起来不过是几条钢索绳，但由于需要勾住起码20多吨的舰载战斗机，它在钢索外部包裹有麻绳或尼龙，使用特殊的方式编织，并且还涂有润滑油。且在拦阻索下面有一套比较复杂的液压阻尼缓冲器和滑轮，这是为了使舰载机和缓准确地停在100米内的飞行甲板上。所以这拦阻索虽然不起眼，但是却在航母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航母上不可少的部件。据报道，早在2014年，俄罗斯联合造船公司旗下的圣彼得堡研究所就披露，已经和印度签订为维克兰特号航母制造拦阻索的合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有新的设计，也不知道是不是钱不到位，又或者是技术不到位，以至于到现在还没有安装。毕竟维克兰特号的前身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航母上的拦阻索曾出现过断裂事故，并且从卫星云图上来看，维克兰特号航母的拦阻索固定位置似乎和此前不一样，所以这也就引发印度人的担忧，担心这次是不是又被俄罗斯给坑惨了。有意思的是，此前印度媒体将维克兰特号航母建造进度慢归咎为国外设备交货晚，而不是自身建造进度缓慢。也就是说，维克兰特号航母虽然号称印度国产航母，但使用了大量的国外设备。而最近由中国人制作的一张图就让印度人非常抓狂了。在图片中标注了维克兰特号航母各部分设备由哪国提供。我们可以看到，这艘航母由以色列提供 S 波段固定阵列雷达，意大利提供 L 波段预警雷达以及信标天线，丹麦提供海事雷达与通信天线。而在舰岛以外，维克兰特号航母动力系统是购买美国通用公司的 LM2500 燃气轮机，舰载直升机是从英国购买的，目前还没有到货的还有以色列 ELM2248 有源相阵孔雷达、法国舰载雷达以及俄罗斯米格29舰载机。维克兰特号航母凸显一个万国造的特点，尽管印度号称本土有超过50家企业参与了维克兰特号航母的建造工作，但003航母却是集结了522家国企参与设计与建造，可以说是完全纯国产航母。但对于印度而言，显然造不如买。尽管印度买航母已经成为了笑话，近日美国媒体就发文谈论起了印度从俄罗斯购买的2手航母维克拉玛蒂亚号的事儿，并且文中表示，从这艘航母的近况来看，印度人确实是当了冤大头，被俄罗斯给坑了。他们应该后悔买俄航母，以至于现在落入如此尴尬的境地。此篇文章一发出，当即就在印度国内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我们都知道，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的前身是俄罗斯海军的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航母。早在2004年的时候，俄罗斯表示可以将航母免费赠送给印度，而印度当时的维拉特号航空母舰也面临退役。印度人不希望丢掉航母传统，因此对俄罗斯人如此的热心肠表示很欢迎。
不过，印度人却不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道理。精明的俄罗斯人可能会真的白白便宜印度人，其中肯定是让他们有利可图，只是愚钝的印度人没发觉而已，反而还觉得自己捡到了大便宜，还开心得不得了。印度人怎能知道俄罗斯其中所隐藏的巨大阴谋？当时俄罗斯提出航母可以免费赠送，但印度必须要在俄罗斯完成价值为9.74亿美元现代化改装。就在改造期间，俄罗斯人重新规划了航母甲板，并且安装的新的锅炉与新的电子设备，还翻新了航母上2700间室内装修。这明显就是花着别人的钱不心疼。然而到了2007年的时候，俄罗斯却告知航母改造的成本已经上升到29亿美元，并且要求印度支付额外费用。如果拒绝，俄罗斯国防部威胁要把这艘船移交给他们自己使用。但是此时印度已经支付了9.74亿美元，改装也进行了大约50%的工作，所以这也已经到了不得不继续下去的地步，不然印度就要白白损失9.74亿美元。印度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下去。印度人此前还一度不服，他们认为印度航母能从国外买到这么多设备，正是印度经济实力的体现，完全是凭借自己的本事。你们中国有钱想买还买不到呢，只能自己造。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其实中国要想买的话，恐怕会比印度要早近10年。根据资料记载，在1995年的时候，法国曾提出，如果中国需要，可以将自己的克列孟梭号航空母舰免费赠予中国，而他们提出的条件就是中国必须从法国购买雷达和通讯系统。这不就是与俄罗斯送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航母给印度如出一辙吗？也是变相谋取利益。不过那个时候中国早就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圈套，因此拒绝了法国的热心肠，转而就从乌克兰以2000万美元价格购买瓦良格号，并且拉到中国来进行自主化改造。后面就是经过多年的努力，将瓦良格号升级为辽宁号。由此，中国也从自行改装航母上学习到了不少航母建造的宝贵经验，因此中国国产的航母辽宁舰也就很快问世了。可以说，中国当时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这就与印度的选择有着明显的区别，因为成熟的经验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所以印度还真应该要和中国学习，能够虚心的接受建议，也可以正视自己的国情，明白自己的需要，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从而可以真正的实现本国制造，加快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